这是一位粉丝的求助，他家办理了2000兆的宽带，而且全屋都是 2.5G 以上的设备，但是就是跑不满宽带。当时我看到了2000兆的宽带，我就愣住了，居然还是海南第一户，那我肯定要过去看看了。正准备出发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电脑的网卡充其量也就1000兆，虽然说破天也没办法帮他测出2000兆来呀。当时我就想到了我家里这个锐捷天蝎路由器，它不光无线速率超过2000兆不说，而且还具备2500兆的万口，这下我拿它来测试宽带应该绰绰有余吧。于是我就带着路由器出发，我倒要看看2000兆的宽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当时我来到了粉丝家，我就惊呆了，这粉丝的能力明显不在我之下啊。他把这个万兆的公猫接到了这个 2.5G 的猫棒上，猫棒这个后面的大家伙则是他自己组装的软路由。宽带由这个软路由拨号后，再把网络传到这个万兆交换机上。看得出来，粉丝非常热爱研究网络这方面。后面我还发现他家的路由器一样具备 2.5G 网口不说，无线速率也是高达6600兆，那没理由跑不到2000兆啊。当时我连接上了他的 WiFi， 打算测下速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，却发现宽带测速下来居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，只能跑到700多兆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手机就可以跑到1500兆左右。我操，你这什么手机啊？居然能跑到1500兆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后面我看了下左下角的节点，它是电信的节点，而我是联通的节点。当时我以为是节点的原因，索性我也换成了电信的节点待测试下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即使更换了电信的节点，待测速的时候又少了几十兆不说，第3次测速的时候就更加离谱了，宽带只剩下400多兆了。当时我就马上看了下手机和路由器的连接速率，2953兆，这速率可以啊。这种节目架不至于连个1000兆都跑不满吧？当时我以为是他路由器存在问题，于是我就把我的路由器换上去试一下。路由器换了之后，虽说宽带从刚才的几百兆突破到了1200多兆，但是距离2000兆的宽带还是相差甚远。即使我后面反复测试，结果都是1100到1200兆左右。后面我又查了下我手机和路由器的连接速率，可能是信号存在干扰的缘故，我和路由器的协商速率只能达到2401兆。当时我进入路由器后台，尝试把 WiFi 的频宽改成160赫兹，然后我再用软件查一下，看看是哪个信号干扰最少。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像我这样修改，因为有些手机是不支持这么高的频宽的。当时我手机改了之后，网速果然掉得非常的夸张，看来我的手机还不支持这种方法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既然测速已经超过了1000兆，会不会是测速软件它存在上限？为了排除这个原因，后面我又换了 WiFi 魔盒、Speedtest 的全球测速网等软件。可惜的是，这几个软件在我们海南压根就跑不起来。在反复测试宽带的时候，我倒是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：粉丝的手机每次测速总会比我多几百兆。右边是粉丝的手机，它能测出1452兆，然后我的手机只能测出1071兆。你这个比我多了400兆加，一样的 WiFi。两台手机都是连接同一个 WiFi 名称的，而且连接的速度同样都是2401兆，就连测速软件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两个测速结果还是不一样的？这个原理讲起来就太长了。不过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也能大概明白其原理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怀疑，会不会这个宽带压根就没有2000兆？当时为了测试这宽带，我们后面又弄来了这个2500兆的外置网卡，我们把它接到电脑上，再查了下连接速率。这个时候我电脑的网卡速度已经来到了2500兆。那么接下来就测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跑满宽带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测速结果竟然只有1128兆左右，这还不如手机测的高呢。当时我们以为这个测速软件存在上限，然后我们又下载了这个 Speedtest 的客户端来测速，但测速的时候它却只能跑个50兆，这种情况就更不能作为参考了。当时我就想到了我家的情况，那时候我电脑接到光猫上是怎么都跑不满宽带的，但是一经过了这个路由器拨号，宽带就可以跑满了。他们目前的宽带是由这个软路由来拨号的，当时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这个软路由某些参数存在问题，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于是我就换成了我这个路由器拨号试一下，但是遗憾的是，宽带依旧是没有多大的变化。一样的。难不成真的跑不到，还是我们的手机问题？后面我又查了下我电脑的网卡启动，
发现我的驱动版本是2015年的。当时我就尝试更新网卡驱动试了一下，没想到这招还挺管用的，网速居然从刚才的1128兆提升到了1552兆。虽说更新驱动提升了几百兆的宽带，但是和2000兆相比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。当时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打电话摇人了。我们把师傅弄过来之后，他带了这么一个测试仪过来，这个测试仪自带2.5G 的网口。像这种手机测是测不到的。测最多只能测到1600。不过手机和手机还是有区别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手机只能测到1100点，它那能测1600，同样的 WiFi， 同样的条件。不过滑板测速确实可以，那个节点在海南。当时我们用它这么一测，嘿，居然能跑接近2200兆的宽带，这可是远远超过了2000兆的宽带。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科技小明，它是2300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它？哦，没有看到，反正我2000兆的就这里我看得到了。后面我们再用它连接上 WiFi， 也是可以轻松跑到2000兆宽带的。这下跑不满宽带的谜题终于解开了，原来是我这边的手机和电脑还不具备测试2000兆宽带的条件。即使相同的 WiFi、相同的速率、相同的条件，但是由于设备硬件上的差距，测试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我的手机和粉丝的手机每次测速结果都是相差几百兆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他说一个球机看不到，不会是上面这个吧？这么高啊！有钱真好。这期来别墅区维修一个监控，业主不在海南，所以就委托他朋友过来开门。就是他这边下面那个小球机坏了。要多久修的话？不好说，得看它什么故障。进去吗？对，要进去修。对，就这里了。喂，不对，这个交换机还不是录像机哦。那直接这两个地方有这些东西啊，录像机没有吗？我问一下他，你跟他直接说吧。我不用，我打电话就行了。你打电话就行。那个录像机在几楼啊？你说啥？摄像机还是录像机？录像机和交换机在几楼？那交换机嘛，你这样，然后你进客厅，然后你要不开个视频吧？开个视频是吧？在冰箱上面，冰箱上面。冰箱在上面。这里吗？对，然后对。这上面，录像机也在上面。哎，对。那行了，我这搞定了。他是不是搞错了？哪在这上面？这上面吗？我来看看上面有没有东西。等。我靠，这上面那个还有梯子吗？看得上。哦，在这上面。看到了吗？太高了，我看到了。要是没人的话，根本不知道上面有交换机哦。爬上来以后，我优先看了下交换机的灯，发现7号口的供电灯有异常，那很大概率就是这条线出了问题。我把它拔了，看了下水银头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避免是交换机的口出了问题，所以我就把网线接到9号口试了下，结果9号口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可能是线的问题，但是一想到那个球机这么高，这9号线不一定是监控的。当时我打算拿查西卡接录像机上试一下，一来想碰运气，希望这条线不是负责监控的；二来需要通过回放确定坏了摄像头在哪个位置，因为这套别墅装了4个球机。海康威视网络不可达，配置通道管理网络不可达，这下麻烦了，摄像头的网段是一样的，那基本可以判断是线路故障了。后面我通过回放确定那个坏的摄像头就是这个位置，所以只能咬咬牙爬了上去。爬上来以后，我看了一下网线，并没有看到哪里破损的地方，而且这网线也套了管，那么只能拆开支架，看下里面是什么情况了。这防水圈取出来后，也没看到进水的地方，
这下麻烦了，网线应该是哪里断了，所以这边我就拆了下来，打算看见网线断了几芯，结果却发现水龙头居然被烧黑了。怎么烧黑成这样了？话说也没进水呀、哦，这网口没有烧。至于什么原因烧了水龙头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水龙头质量不怎么好，整个水龙头都裂掉了。之前我在另家别墅也遇到这种情况，也是水龙头裂了，把设备给烧坏了。所以水龙头的质量还是不要选太差的。这边我就换了水龙头，看见能不能给它点亮。但可惜的是，球机的尾线接口已经被烧坏了，还是网络不可达。其实这种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去到尾线接口，按照图片上面接起来就可以使用了。但是毕竟客户不差钱，后面他就直接拿个新的给我装上去了。本期看点不是很多，主要是没素材了。这期就算给大伙推荐一个监控的维修工具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